礼拜3清晨返回台湾以后，也会尽速的召开记者会，跟大家报告这次访美我们所得到的一些资讯跟成果。针对这些国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议题，台湾民众党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而且得到能够可以信赖的资讯。台湾在当前世界上会占重要的位置，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地缘对峙嘛，因为我们在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所以台湾的国防安全事实上也牵涉到整个第一岛链的防卫问题了。台湾民众党跟国际直接接轨，所以这个黄国昌在出访之前，其实我们在这个事情有讨论过。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完；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对国人来讲，所有你会关心的，好，当然在全世界的局势来看的话，伊朗会不会真的现在是不是在搞革命啊？是不是真的会变天呢？好，那但是对所有国人来讲的话，你会关心的是，对我们国内不管是军购或者总预算什么时候会过，或是对国内政党政治之下，蓝绿白之间在2026、2028合纵连横到底会怎么样？媒体上说1月27号。国共论坛会登场吗？那当然，对绿营有很多人一直不断讲说，卡了半天，难道就是为了国共论坛，甚或为了政协会要拿门票吗？那你也看到，包括郑主席，包括莱茵一直在驳斥这些。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有一个大动作，这个大动作是在告诉大家军购有多重要吗？冠廷是。那突然之间访美，而且待1天回来就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军购太重要，要他们去直接跟美国谈。黄国昌他到美国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他立委的任期其实只剩下不到15天了对吧？18天了这个到1月底，就他现在去的身份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是。然后呢，他带了一个这个要上任的立委党团的一些干部，就他这样去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要等他跟国人讲清楚。那他现在就给鬼给拐嘛，就是很神秘啊。那突然之间发了一个通知给所有的媒体，首先第一个。我说真的，大家互相啦，政治跟媒体之间大家互相尊重。就第一个，所有的媒体朋友全部炸掉了。突然之间通知，再怎么讲是国内第3大政党的党主席，你可不可以事前先跟大家讲，我预计什么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预计在桃园机场，我可以提早跟大家讲。我甚至要不要访问美国，我都可以后面再讲。可是你第一个让大家非常不方便，第二个我讲我自己个人判断了，我认为这是毕业旅行心态是这样就是说。黄国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最近的很多动作跟媒体、跟民众、跟党内的互动，感觉有很浓厚的权力焦虑。因为2月1号之后，他就不是立法委员。那我说一个我个人的心情就是说，其实对政治人物而言，出国出访，就算有公务行程，其实在飞机上面那一段。享受没有人打扰的时段，其实是很享受的。就真的，对政治人物都是。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10几小时，而且是非常长的旅程。那黄国昌他规格，我猜是商务舱啦，不是也没关系，总之就出国。那这段时间虽然说飞机上都有 WiFi 都有网络跟那网络很烂嘛，所以大家联络不到你是正常的。那这段时间其实是对黄国昌来讲，他是可以思考自己政治的生涯，他自己在想他自己的事情。其实这对政治人物来讲是重要一段很难得的时光。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好，这个是我的评估。可是真实情势是，他到底要去谈什么？我觉得要等他跟大家讲。我觉得奇怪点在这里，也不要骗大家嘛。各个政党都有政治领袖出访的经验，也都见过非常多高层的人。会做的情形是什么做？就算他保密到家。我对外会讲说，我这次预计去见智库，预计见官员，预计见金火商，我愿意去见谁？我可以讲一个大的范畴。可是黄国昌奇怪的事情是，昨天开记者会到今天出访，全部是一个字都不讲。他是保密到讲说，我见谁我都不能跟大家讲，我要回来跟大家谈。那我觉得好没关系，就等你回来就跟大家讲嘛但奇怪的地方是，黄国昌你以前的标准高成这样，以前是谁唯一一个全台湾？政党的立法委员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只要在立院开议期间都不能出国。黄国昌你自己讲的
黄国昌，我要提醒你，黄委员，你要去美国，你要去跟美方沟通，反正等你回来，大家检视你的成绩单好或不好。哦，那你现在讲说，我不是用这个立委的出国钱，你用自己的那个个人的费用，我觉得 OK。可是你之前直播中讲什么？他说立院会期中不能出国，这已经几次了？黄国昌这一次现在延会，是你跟国民党一起联手搞出来的，而且延会要延到又是一次中间没有任何无缝接轨的延会。对不对？延到1月底，延到月底，1月底哦。就现在是会期中，照你的标准，照你的高标准，今天礼拜1该开委员会，明天该开大会，对，礼拜3你才回国，那你不是没开会？我看我们本来不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人的，因为会期期间你依法请假，你本来就可以出国。可是你之前把标准拉得这么高，好啊，那你说你那个会期中不能出国，那你去几次？来一个一个讲。2025年9月你去日本2次蜜月旅行。对吧？你说是2次蜜月旅行吧？是不是会期中？是，所以你当时已经搞过一次啦，会期中出国。2025年11月出访日本，你是不是也是会期中出国？也是啊。你2026年的1月11号宣布出访美国3次了嘛？凡事不过3啊，你立委要卸的，我看就3次。你自己讲的高标准，然后都可以马上打破。这几天所有的人都剪黄国昌之前在直播，讲骂官员然后讲你上飞机给我试试看 ，hold 大上飞机试试看，等你回来再给你算账。黄国昌就料准了啊，他回国之后没多久就不是立委了，不用跟他算账。就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你去美国谈了什么？到底能谈出个什么东西？回台湾跟大家好好分享，我们社会自有公断嘛。可是你自己的标准拉在这里，延会，我刚才讲这个延会的状况是。2025年7月的时候，当时讲说延会到831，大家记得吗？这是9月开议，在11月14号讲说，我们要延会，提案的还不是国民党提案是你民众党国民党为了因为蓝白合在立法院支持你的版本，然后讲说我们延会到1月底，国民党支持你，结果现在变成你自己跑出国，这很像什么状况啊？就是明明我们就是那个要期末考。还是说你因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然后要求我们这个课程要延长，结果你自己跑去校外教学，就大概是一样的概念。我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你是双标。最后一个我要讲总是在新闻面对面要讲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吴哥，我侧面了解了，黄国昌这一次是保密到什么程度正常来讲，立法委员出国总会寻求国内的各个单位的协助嘛，外交单位吧，驻美的大使馆嘛。黄国昌这次保密到，他跟外交单位讲，完全不用协助，完全不用就全程自己安排为什么我要出来先跟大家讲，黄国昌委员，你都见不到什么人，你拒绝人家只要拒绝跟你见面，还是你想要找谁谈，人家不理你，你不要赖给外交部我的了解是你完全没有寻求外交系统的任何协助我侧面去问的状况是，就是反正黄国昌说都不用嘛，那我讲话，我有我的消息来源嘛，那黄国昌你就好，民众党强你们带国际部的去，那就好好安排，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我希望你好好谈好回来跟大家分享不要又赖给民进党政府。OK， 那好，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来宾可不可以猜得出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花节目的时间去猜到底要去干什么或什么，因为到这礼拜3，可是平常因为时间太短，因为突然闪电之间的出访，然后你看网络上当然有人讲说是不是要谈军购或关税。不是，各位，你看来宾都会笑了，对不对？好，如果讲关税，慧珍简单告诉我，需要他们美国待1天的时间去谈关税吗？当然不可能啊！而且重点是你是立法委员，你又不是行政部门，你谈什么关税？你谈回来能代表什么吗？不能啊！所以这真的会不会其实他从头到尾他去寻求政治庇护？他全恐怖了吧？他觉得他以后被政府清算不然怎么样？要瞒着政府呢？对不对？那你说另外一个，如果要讲军购，不是军购，难道美国包括他们的联盟、他们首长联谊会主席，包括他们的国防部长、他们的参众议会的军售小组，都坐在那边等你来吗？等你来以后，大家不到20小时跟你谈吗？将军会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如果黄国昌出国要去谈国防或军售的话，他带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带国防专长的人出去那你要谈什么军售？谈什么军购？还是你要说 F-16V 卖太贵？还是你要杀价？军售不是买菜，你去要做足功课，你要针对哪一项？空程的、海程的还是陆上的？都没有带他带这些人出去怎么谈军购嘛？我实在想不透。你猜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作为台湾第3大政党的党主席。
这个是完全违背外交上的礼仪。你知道上个礼拜 AIT 驻台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见了谁？见了韩国瑜，见了江启臣，见了蒋万安。那你这个意思是表示什么？你古立言完全没有功能哦。就是我完全可以在台北谈的事情，我故意要到美国去。那你这个意思是表示什么？你古立言完全没有功能哦。就是我完全可以在台北谈的事情，我故意要到美国去，表示第一个，古立言在台湾作为驻台大使，他的角色是完全没有发挥他实质的效益。我不跟你谈，我不需要跟你谈，我不想跟你谈，我要去 DC。哇，那古立言作为驻台大使，他的脸往哪里搁？不要忘记，古立言是2018年到2021年就当过驻台的副代表，当时代表是酈英杰，对不对？他中文非常好，他太太是台湾人，他是台湾女婿，然后他还当过美国驻日本的代理大使 ，OK， 然后还当过公使副馆长，这样的位阶的人，在美国国务院是大概是大使级的，你既然这样直接给他打脸，然后你到美国去，那我问你，你回来怎么见古立言？不是范老师，肯定这个前提已经是某种程度在界定，说他到美国是要去谈军售啊。对，那你就要，你觉得他到美国去谈军售吗？他跟谁谈军售？那你就要比古立言更 high level 的人嘛。啊，大家就要看你见得到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吗？助理国务卿吗？这是国务卿吗？那你可以见到还是川普呢？那就棒了，那就棒。那我就说他可以，那我说他这个在国际的地位就稳了我觉得，而且他党主席继续干而且我觉得这个柯文哲会重用他。好，那如果这样，淑慧，你觉得去干嘛？我不知道去干嘛，但我知道的是，不管是国会成员，或者是包括我以前在地方政府，是啊，没有经过外交部的这个陪同或授权我们是不可以去跟涉外事务谈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聊，我们可以了解但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去谈，因为我们没有权利答应事情所以人家也不会跟我们。对啊，对，所以我们但是都可以去聊，去关心啦就像当时这个王定宇委员大家去年的时候，他也带了一群立委到美国去，然后回来就很开心说我们是 first of all 有没有这个优先事国？结果 first 到现在也不是 first of all， 当然都可以去谈，都可以去关心啦但是其实国会成员可以着力的点是很少的，尤其不是执政党的时候。好，任君，会不会是因为这一阵子大家所有的焦点都摆在柯文哲身上？然后呢，包括连上个礼拜连一个对代理孕母法，然后大家都可以吵成这样，柯文哲还要出来这样。但是对黄国昌他才是党主席而且刚刚讲还在研会期，而是民众党提的研会，然后突然之间闪电所有这些，到底要干嘛？我认为黄国昌这一次突然的宣布，我认为柯文哲是知情的，当然，而且我认为他在为下一个会期再埋下伏笔了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这次带去的人确实蛮奇怪的因为他带去的一个这个陈志涵陈志涵是党团主任，大家也不觉得就是说，尤其在这一波关于这个2年条款下不下来，这可能会牵扯到陈志涵有没有可能在最后1年闪进立法院所以我不谈陈志涵的角色，因为我其实不认为他会扮演什么关系但比较奇怪的是，另外去的人因为另外一个去的叫做王安祥，他是后任的立委，对那他本身是劳动政策专业他现在在这个某个大学里面当社科院的院长嘛那劳动政策专业这件事情跟军购其实扯不上关系，但是因为他是准备要接立委的人，那他的之前实习的位置是在黄珊珊的办公室他就扯到了一个这个接下来立委的状态。OK， 那如果硬要扯，那就把陈志涵放在这边好了，因为他看起来短期内可能不会离开党团主任了那另外一个叫做林子宇那这个林子宇，我相信很多人对他根本不认识他们的名称上叫做民众党的前国际部主任。是。前的意思呢，就代表没有了。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是黄国昌在板桥服务区的主任他又夹带了自己人那如果民众党要用党的身份出去的话，他现在国际部有一个副主任，他现在主任没有了，副主任叫廖伟宏那我现在就回来看，就是说，我觉得黄国昌在这一次，当然我不认为他有资格去代表行政部门去谈，当然，可是我回来看的是，
大家如果还记得 AIT 在那个时候面对到我们要送这个军购案的时候 ，AIT 曾经公开讲过说，如果大家有疑问，我们可以去做说明。当时黄国昌说了一句，他说：“我们没有这么伟大啦，我们怎么好？”我忘记黄国昌还是谁讲，我们怎么好在立法院里面质询美国的官员呢？你现在再回来看，他突然跟你讲说，我跑到美国去，而且关税，我老实讲，我觉得鬼扯啦。啊，那个郑丽君。我们那个副院长嘛，对，没有讲错名字，没错，步上某人的后尘。不是郑丽君在美国搞了，你步上谁的后尘啊？范谨慎回答，谨慎回答啊！这个好，这个不在重点啊。不是他在美国谈了多久，都没有办法谈定。你说我一个在野党没有实权，而且只剩几天的党籍的立委，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角色。但是黄国昌的党主席任期会不会在2月1号就停止？我不认为，当然不会啊。所以我觉得他带了一个准备接的立委，还有一个陈自然卡在那个位置虽然我也不太觉得他要去干嘛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夹带私心夹带的人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军购的特别条例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民众党在接下来的态度会倾向不再跟国民党走得这么近？因为你有前面跟后面接过来嘛。但需要到美国去这一趟，才能够把他们这整个给搭一个台阶，让他们下台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对于民众党来讲，其实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在节目里面谈过，我说柯文哲离开北所之后，他一定会试图回来修补跟绿营之间的关系，只是你要怎么修补？柯文哲他们努力的要去转型一个2年条款，之所以没有办法执行的事情。一定要弄一个记者会坐在那边，甚至跟大家讲说，不然就大家一起来帮忙解决，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了。我不认为他在军购的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是黄国昌老实讲过了一个水，我不告诉你我见了谁或者怎样，但我如果回来告诉大家讲说，对我现在大概了解了整个的状态，对政府你没有说清楚，因为赖清德永远都不来国会报告，那怎么办？我就透过我自己的关系，我跟美方那边了解，我们觉得可以讨论，我跟你讲这件事就转过去了。那可以讨论，不代表我一定支持啊。所以不需要外交部协助，不需要外交部在中间做任何的帮忙。因为如果要是外交部做任何的帮忙协助，大家就知道他到底有可能碰到谁，或者根本没碰到谁，或者怎么样。所以干脆都不用。然后我只要去，然后回来以后，就像你说的，就告诉大家，我们终于了解这些军购有多重要。然后在这过程总是要有个转换嘛，总是要有个转换嘛。我们跟美方采购的武器，其实老实讲，黄国昌，你当立委这么久，你很清楚知道，你不用找美方嘛。我们在美国有军事采购团嘛。你买什么会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他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不需要协助，不需要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把这个备位的准备要接的立委，然后这个带过去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就是我觉得民众党在调整一个空间，也是如果你什么都跟国民党绑在一起，我老实讲，没有人认为民众党在立院有什么好发挥的。OK， 我跟补充一下，其实综合任俊哥跟范老师讲的，我茅塞顿开了因为本来黄国昌讲那一整段话，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原文讲给大家听黄国昌讲说就2件事嘛。我是针对台湾的国防军购或高关税人民关心的事情，我有必要跟美国政府针对国民关系这2样议题，有机会面对面，不仅交换意见，也能够第一手获得正确可信赖的资讯。我一开始听不懂，但范老师讲了让我听懂了。他在打脸鼓励演嘛。你很棒对，因为很少有人听完范老师以后。我只会这毛赛。毛赛，对，你的理解力真的很棒。因为我当时我看不懂，是说不对啊，其实，在台湾，美国就是指派 AIT， 对啊，然后在台湾鼓励他们各个政党说明嘛，是这不是最正确、最可信赖？但范老师解惑了一点，那这就是认为不信的鼓励言，他要去美国了解，那以后你跟鼓励言怎么互动嘛？这是他的课题，他选择他出发前就公开这样讲了，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任俊哥刚才讲，就是说他今天去这边讲说，我国防军购或高关税，然后还避开台湾的外交单位，不是你真的相信他见得到谁？你不是你以前在日本，我给大家看，他以前在日本这个桌子，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民众党就爱搞这招嘛。我跟大家讲，我们以前也在野过。2012年那个时候第8届立委的时候，我是国会助理我们民进党立委我也跟团出访过去的时候，这个包括到美国
当时我还记得马英九任命的省旅巡大使，然后招待所有民进党的立委，然后在双向园用餐，然后我们会请教说大使，那现在我们政府有什么要跟美国沟通的？我们身为立委的团队，我们怎么帮忙讲？外交是一体的嘛，我们不会因为说这个国民党执政，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可民众党现在就是这是他们习惯的风格。外交是一体的嘛，我们不会因为说这个国民党执政，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可民众党现在就是这是他们习惯的风格。好，那我最后回来讲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认为公的角度啦。刚才仁俊哥提到几个私的，我们就无法去证实了。什么私的？私事。就是说，如果公事，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只有这几种可能嘛。那调完就处理私事，私事要么就他自己的事嘛。刚才有提到手机嘛，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希望保管好不要让大家乱想不然就家人嘛，国籍嘛，什么这些，那我们就无法去讲了，因为他已经讲白了，这一趟我自己出钱了，那我们怎么处理？所以我现在只能证明说，在公事的部分，这是他的选择啦。那以后。我说你回国，你每天还是要跟 AIT 互动啊。是啊，那古力会怎么看待？然后最后我讲这政治判断有点脑子好不好？今天请问到美国，假设国务院你要去找古力的长官，你要告诉他说，我们要正确可信赖资讯，美国会理你吗？我很期待，然后都回来跟大家讲，我见到古力的长官还去捣了古力的一顿，都没有给我们正确可信赖的资讯。有可能吗？我不相信。苏慧，如果照刚任俊飞他判断觉得会不会是回来以后华丽转身的这一块或者什么，那对国民党来讲，那不要讲说被卖了，就是国民党那你好歹跟我打声招呼嘛，让我们大家一起同进退嘛。说不定有打招呼啊。对不对？说不定这个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有讨论说，接下来针对这个国防预算要怎么处理嘛？那个1.25兆的特别条例要怎么处理嘛？其实我觉得，因为即便是国民党支持者也有一些声音是觉得说，你要审，你审了以后你可以加条件嘛，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就是都不要打但是我们必须要交条件，就是你先把欠的旧的来，你交了多少货，我再下多少单但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因为为什么仁俊刚刚讲这样？如果要是打过招呼，那就变成好人让民众党去当，因为就变成民众党，因为现在好，就像你刚刚说，蓝营也有很多支持者觉得大家不需要挡这些，是技术上面怎么做，然后现在就变成好，你想一个场景，如果照刚才冠廷讲，因为出发以前就讲什么关税啦，还有那个什么高关税，还有国防军购这些，然后回来以后讲我们获得了正确一些资讯，因为这8票基本上倒哪一边就过嘛。那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对，所以现在就变成他8票，然后回来以后，那如果那个场景就是他们了解了这些正确资讯，就算说然后接下来跟国民党大家，那是国民党跟着白银走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啦，因为毕竟这个黄国昌主席的任期，因为只剩下1个月而已，半个月而已，立委任期只剩下半个月而已所以说不定他想要在最后的这个立委任期里面，有一波这个政绩存在啦那国民党当然要尊重他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先沟通过，也不确定说是不是像仁俊说的回来会有一个华丽转弯突然出国当然有很多原因啦。第一个他可能真的要去那边，想要去那边谈，然后回来有一些展现说不用你民进党，我自己也可以去谈这是一个嘛那第二个是也有可能他自己有想要见的人譬如说像国民党如果说主席特别去美国或者什么的话，也可能要去见他侨界的支持者侨界的一些金主啦或者是什么都有可能所以你去到美国，你有很多种这个目的你就是要见人，见你在台湾见不到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他要见到的是什么人那他自己对外讲的当然就是公务嘛谈关税、谈军购这些的，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有其他党务目的，我们不晓得，这个是外人所不晓得的那当然有一些人猜测是他家庭的事情，也有可能嘛，反正人都去了来都来了一次把所有事情都做一做就像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当年为什么柯市长要在卸任前
大概1-2个礼拜跑去新加坡一样哈，所以只有他当事人知道，那就看他回来整个行程公开透明到什么地步。不是，可是这整件事情，因为现在新北。大家都在讲，因为黄国昌一直把新北炒得非常热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剑指新北，然后川博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可能因为毕竟还是台北副市长嘛，对，然后弄一些这些，所以然后他现在又放着就是全民调最公平，然后剩货大家都不用动，没关系，大家各自动到最后把盘全部都弄很大以后。然后再一次，然后做整合完以后，杀民长一个措手不及这些。没有，我觉得他当然想要盯到最后啊，譬如说最好到今年的8月、9月登记前。你们受得了吗？8月、9月？对，我们当然受不了。可是问题是，这操之不在我们啊，因为他要不要选，跟他要不要来整合啊，这件事情啊，完全是操之在对方哈。就像2023年一样嘛哈，他要跟你签6点协议，他又不跟你签6点协议，他要跟你做民调，他又不承认那个民调。我跳进来了，我要跳出去了，我要跳进来了。你没办法啊，因为现在是我们比较想谁比较想赢，谁就比较 care，对哈，这个是没办法。那2023年很多民众党的这公职人员在跟我上节目的时候，就会跟我讲一句话：我们是没有把握自己一定会赢啦，但是我们有把握让你给我选。对，就冲着这一点哈，我们就得要就一直等，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那当然，川博我们比较着急的就是川博的动作到底什么时候要启动，尤其是新北市议员啊，我知道他们磨刀霍霍又。而且急不可耐哦，因为黄国昌为什么一直要盯他要选，主要还是他要当母鸡这个角色。好，他有他的子弟兵，他有他新北市要提名的人，基本上台北市就是柯文哲的盘嘛。台北市所有的议员参选人，不论是新的要参选或者是现任的，都是柯市长当年带出来的。可是新北市就是一片空白。如果黄国昌可以在新北市打下一片天的话，那他未来你说。民众党还真的是2个太阳啊！哈，你有新北的议员，我有台北的议员，哈，大家都有自己的子弟兵。可是如果他不参选的话，或是他一开始3月前就整合完，他就没参选了。他请问他怎么去盯他的4议员的盘哦？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有的目的都在盯他4议员的盘哦。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最重要的是李四川什么时候要动？这个才是我们比较在乎的，要怎么动？事实上我知道他已经开始在动了啦。对，看得出来。对，还有一些新闻操作层面都已经在进行了。对，这边我要讲新北的事情哦。国民党正在一步一步陷入黄国昌设的局当中。因为大家可能对最近没有看到一些民调啊，但因为我们民进党的议员的党内初选在2月底跟3月，所以最近很多的议员参选人自己陆续都在做民调。我跟大家讲个大趋势，在过去的这1个月内，新北有个重大的变化是蓝加白的盘没有改变，总数没有变，但蓝的政党支持度急速下降，白的支持度急速上升。蓝跟白现在在新北的支持度差不到10%哦。这是最新的数字。那我自己看到的，我就跟大家分享。黄国昌在干嘛？这是正常的。蓝白他们现在的在国民党的战略跟民众党战略在立委是一起的嘛，所以支持者其实他们2边是会流动的。可是为什么在新北民众党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中，黄国昌一直动嘛？那李四川大家在等嘛？对，现在李四川当然，我觉得国民党可能有少部分人有嗅到这个，所以感觉到李四川赶快。可是黄国昌现在拖住你们。黄国昌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讲武德的人。我回来跟刚才那个讲一起，黄国昌如果真的是如同刚才人就跟大家判断的是国防预算去跟大家讲完，回来跟大家讲说我华丽转身，你这就是一个超级烂的朋友。今天如果你的状况是你已经知道要认了，要国防预算要收了，要接受了，你这一团可不可以找国民党一起去？你们可以去，然后说接到正确资讯，我们在台湾被蒙蔽了，我们得到资讯回来了，我们认为有需要，没有国民党民众党自己帅自己秀，然后。这一次新北的状况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是养功嘛，他的个人民调输李四川很多，可是问题是他连带的往上的状况底下，他民调已经在一直往上嘛，然后民众党的支持度现在急速的上升，因为这个就是数字就是如此，那最后的结果会变成什么？他在拖时间，让他跟李四川或刘荷兰的差距可以因为时间而拉更近。这是他要的啊！国民党现在就陷入这个局当中。可是将军如果这样看的话，那对柯文哲柯建主席来看呢？因为这上一个礼拜一直都纠缠在所谓的2年条款，然后每个人都来问这些，然后先求有再求好，那所有都纠缠在这个上。可是毕竟真正民众党的太阳是他不会演讲，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唯一太阳，对吧？那如果是这个样的话，对黄昌来讲的话，做美国这一招，然后圣货要不要华丽转身，所有这些对柯文哲呢？柯文哲要怎么看？
柯文哲赢多了，赢了这场，我觉得柯文哲赢了，就是他从土城一出来之后，马上透过陈昭之的事情证明了一件事，黄国昌主席连自己的委员位置都保不了，我一个前主席可以保陈昭之，而且没有人敢废话，底下全部晋升哦，纵使刚开始有一些杂音，马上说回去，所以我说只有唯一的太阳，没有唯二，没有第二个，黄国昌。我们本来说他是小太阳，连太阳都不算，连月亮都不算，他连反光的功能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黄国昌在1月底辞去立委之后，他唯一露脸的机会，除了直播以外，就是1个礼拜在党团做一次这个主席召开的会议嘛。那这个主席召开会议跟总召跟现任总召，你觉得这2个力量哪个大？现任总召啊，你主席不管怎么样，你进不了议场嘛，你进不去嘛。你只能够交代嘛，交代听不听还是一回事。而且后面你主席交代，后面还有一个柯文哲，柯文哲怎么想？你要去开晨会之前，是不是要先去请示柯文哲？报告前主席，请问今天要怎么走？所以黄国昌在不当立委以后，他的前途堪虑啊，我真的觉得前途堪虑，他的声量也不如前啊。他的新北市要搞个造势，好像报名也不用很好嘛。然后呢，他的整体的民调一直追，只能追跟国民党追。他的对手不是国民党，他的对手是要选赢民进党，所以我才说黄国昌他没有要成为新北市党的那种气魄，看不出来。那第二个我讲到柯文哲，他没有要成为新北市党的那种气魄，看不出来。那第二个我讲到柯文哲，柯文哲应该是蓝绿心中都要防的一件事，因为这个人不跟你讲所谓的风骨或道义，他只跟你谈利益，柯文哲有3态，跟水一样，水有气态、有固态、有液态，柯文哲有3态，叫做不蓝不绿、忽蓝不绿，不蓝不绿、忽蓝忽绿，自成一色，他随时可以变。所以你看，柯文哲在1月7号才刚刚透过黄国昌，去他讲。我告诉你，我们蓝白合作才能够实现改革。1月7号讲的马上1月10号去见韩国瑜，去见柯建铭。那这个对柯文哲来讲说，这个叫做什么？这叫灵活。对蓝营来讲，这叫背叛。这叫背叛呢。你才1月7号透过黄国昌出来说，我要跟你合作，跟蓝的合作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改革。3天之后就去找柯建铭。对，所谓你自己在跑地方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对于柯文哲前主席去见了柯建铭，然后出来到目前为止摆出来的那个态势，会不会蓝营的支持者会担心说，他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合？他会跑去跟卓冠廷他们合，会不会出现？坦白说有啦哈，这个在柯市长还没有出来之前这个蓝白合作是非常的顺畅，看起来就绑在一起啊。然后所以我就会有很多蓝营的支持者跟我讲说，你莫跟民进党当贼去。污柯文哲啊，这样子跟我苦口婆心，我说我没有污柯文哲啊，我就议员本来就要查案了。但是科长一出来以后他包括上一次他跟黄国昌说什么，这次不要再让趴了然后又去见这个柯建铭然后我办公室我助理就说，因为接到很多电话就说为什么柯文哲做的代志拢跟黄国昌不赶快一起被个不傻啦对，基层的支持者确实会有一点搞不清楚那他们的心就会这样浮动来浮动去那但是对国民党来说，我都会告诉基层支持者说。民众党有民众党的自由柯市长也有柯市长的自由我们就坚定好支持我们自己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在那边仰望对方的态度是怎么样，就像是新北市也一样。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李世川，你什么时候要动？你要怎么动？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去看黄国昌，你要不要跟我们整合？万一他哪一天跟我讲说，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诚意，我还是要自己选，那我怎么办呢？就像2024年嘛所以其实。别人愿意来合作，多一个朋友，选举就是这样，多一个朋友当然是好的。可是你自己要够强，你不够强是没有用的。可是现在将军，我跟你讲，但柯文哲他太灵活这些了。对，你说包括蓝营的，这2天连大家说深蓝的媒体，那大报都直接讲说，蓝营对柯文哲要敬而远之啊。这些你到底该怎么？为什么？你听这句话，你听听看，柯文哲讲什么？允诺陈昭之代孕入法在迟。他说：“我好意找题目要降低朝野对立，也就是说，这一整年来朝野搞成这么对立，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白营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出来就是要降低朝野对立的，你们蓝营跟绿营干嘛搞成这个样子呢？他变成朝野对立之间的公道伯嘞。对，他变成那个仲裁者。对啊，他变仲裁者。你说柯文哲厉不厉害？柯文哲玩这种蓝绿之间夺取最大利益，厉害极了。几乎快成精了。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说我的理念相同，他要的是谁可以给我更好的条件，我就跟谁合作。那你大家想想看。如果啦，目前柯文哲急需的是6都要拿到1都，否则他2028完蛋。他6都一定要拿下1都，看来最有可能拿下的只有新北，其他不可能嘛，其他完全机会没有。真的吗？我也看不出来。目前看来唯一还有，你说唯一，因为有一个黄国昌要去打新北，对，其他没有嘛，对，唯一有可能是新北。那新北他用什么方式呢？用调的方式，就是因为李四川个性犹豫嘛，到现在到底要不要选不？我跟你讲，我们军人打仗叫什么？制敌机先。你晚一步就少一个机会。这个李四川你少晚几步了。苏小慧都已经整个新北市不知道跑几圈了。连黄国昌至少也开了几次后委员会了。李四川没动你失去了这个先制的机会，你后面怎么追？好，那我告诉你，如果我假设，如果今天就像报纸讲的一样，最后瞧到最后，好，我新北让你，让你黄国昌选，那以后你2028跟我合作。那如果柯文哲新北拿到了，2028他又跑去找赖清德了，你怎么办？将军，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讲，如果新北让出去，那就总统就2028就柯文哲啊，对，不会啦，不会让。你们会让新北吗？不会，国民党打死都不会让新北400万人口。郑丽文主席都已经直接脱口说他要征召。如果要是让了新北，郑丽文大概就可以下来了。对，我是讲我为什么说如果可能万一让。你万一让了，他转头去找赖清德，去找民进党谈，这不是不可能的。柯文哲做得出来那可是我讲，如果你新北都抓住不让，蓝白谈什么？蓝白跟你谈新竹吗？新竹版就是他的对不对？跟你谈宜兰吗？所以我讲他是压在新北，非跟你谈不可。可是我要告诉为什么今天这个报纸会登得这么火辣辣，就是说敬鬼神而远之是把他当成鬼神，这个他虽然很厉害，跟鬼跟神一样厉害，但是不要碰他，只有一个机会，蓝绿都一样因为他现在抓到蓝的是说选举嘛，2026嘛，抓到绿的是总预算你要跟我合作，他就是抓到这个，绿的有需求，蓝的也有需求，我两边谋得最大利益。不是，可是现在看起来，为什么？或者我刚刚讲是一个代理孕母法出来，蓝营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头痛，绿营更不要讲了，绿营直接跳出来。骂的有多少？然后因为讲那个法案或什么，然后柯文哲这就可以跟你出来。其实我的目的多好啊！我用了一个最没有那种那个所谓的政治色彩的一个法案，然后你们大家还把我骂成这样，然后康仁俊还骂成这个样子，什么先求再求弄成这个样子。我刚刚讲，他现在宛如已经变成所有国内政坛里面的公道伯，所有东西仲裁要看他，然后最后呢巴西要靠哪里？这对他来讲好。你更不要讲说，在未来地方选举那些，我不管他拿了多少，但这一局目前看起来，那就是他的局啊。事实上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柯文哲的所有操作目的在干嘛？是在跟赖清德平放球波。他其实就说我可以谈，赶快来跟我谈。那个一念之间是这个意思吗？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吗？因为还记得之前好像是去参加国际的一个什么会议，后来就是因为陈昭之同意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那个萧美琴副总统对去参加那个国际会议，对，然后就说因为我们国内有2个不同的立场政党的立委都愿意进去，才可以，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个 credit，所以呢，这个陈昭之某一种程度上是跟绿营就是沟通的一个桥梁或者是一个门票。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2天有人偷出伟汉之前在专访柯文哲的时候，他在他的节目不断的问柯文哲，所以8席的立法委员在2026年的2月21号就会全部离职。柯文哲大概讲了3次，对，如果不这样的话，那这个党就完了。是，结果呢？结果陈昭之现在丢这个脸书上丢出陈昭之说什么等到那个什么，对啊，他不是有那个直书下面有加那个弹书啊？我都怀疑那个弹书是不是最近才加上去的。
这是怎么可能会？所以有人在讲哦，你那个有时候在签一些合约哦，不可以中间有那么多的空白，要写以下空白，那个字句不像是当年，要写以下空白。如果是的话，你就直接打就好啦，怎么还会特别额外加这一个？所以我都怀疑哦，那个可以去验一下哦，这个字到底是不是最近才加上去的？就发现说，那个我现在要跟绿的要开始和谈了哦，为了我的官司，为了什么，为了一大堆理由，所以陈昭之有功于那个民进党，有个 credit 在，我一定用陈昭之可以出来哦，go 他们归零，很多不都这样搞吗？很多诈骗集团都这样搞，知不知道？所以这要小心好不好？这个合约就这样就好了，不要中间空那么多。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不然怎么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多了这个东西？第二个。这种条例要不要过，法案要不要过，是2年能决定的吗？各位，我推动公益信托修法，推动到现在快10年了。不要说什么法案离传，有谁一个贵党？我听很多次，有，真的要我把卓冠廷送到立法院去？卓冠廷，你现在 promise 我就把你送进去。你看到现在冠廷也不敢承诺，因为实在太难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案哪是你说2年就能过？那我扣零啦。那连邱意莹他推动他之前的一个相关再生医疗那个也会花了6年还8年时间。所以你就知道，那根本就是骗人的嘛。那连邱意莹他推动他之前的一个相关再生医疗那个也会花了6年还8年时间。所以你就知道，那根本就是骗人的嘛。那为什么要留住陈昭之？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我才能谈啊！过去这8年，过去这8个，大家都跟着黄国昌冲啊，都变成本来是大白变成小蓝，你在这个都 Kiki 啊，你知道不？所以他现在要把它给扭转过来，而扭转过来非常最重。他要保的应该是黄珊珊才对啊。那黄珊珊搞不好是后面的牌。黄珊珊，你有没有发现过去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出来讲话？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他们弄一个党代表大会，然后呢就找一个理由把黄国昌给弄掉，然后弄掉之后就黄珊珊就出来了？那搞不好他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更大的破坏的局还在后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陈昭之是他现在眼中可以利用的牌。还有一个重点。陈昭之是谁的人？陈水扁的人嘛。那陈水扁之前去专访谁？柯建铭啊。2个人在那边干嘛？诉苦啊。柯建铭竟然跟陈水扁讲说：“之前那个大罢免，怎么可能？我大猪大爷，我每个礼拜跟赖清德报告。”哇，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赖清德要我柯建铭2月1号走，我现在赶快结合外面势力，然后形成一个不要说反赖啦，但是起码是有一个不同的意见。而我们搞不好如果说柯建铭，然后跟那个柯文哲2个人可以不断的在那一边，就是创造一个模糊空间，或是可以合作的空间。讲一句实在话，你们所谓的台派，所谓的民进党，有几个人敢跳出来反柯建铭？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在擘画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盘。OK， 范这边，我觉得柯文哲的确是有战略眼光。这边谈到就是说，他曾经讲过嘛，若讲话不算数，党也完蛋了。我今天就不算数啊。我喜欢对，我觉得柯文哲他的偶像是毛泽东，他真的学到毛泽东的精髓。大家还记得1956年毛泽东推动叫双百方针，叫百家齐放，百花争鸣。大家对我有任何意见，请尽量讲，讲完之后，这些骂我的人全部抓起来，然后香花毒草，这样现在全部把你消灭掉。然后有人就说，这个毛泽东你这个是阴谋，他说不用，我是阳谋。我就是故意要这样做，我就是挖洞让你们跳嘛，看谁敢跳嘛。谁跳了？这个国民党的民进党几个立委，吴孙成就跳啦，不是那个什么不分区立委，有人出来骂了林国成啊，林国成就骂了，后来敢不敢再讲？不敢讲了。我就是看谁敢反我嘛。我今天就是要挺陈昭之，怎么样？然后这个党就是我柯文哲的一人政党，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要讲的是，柯文哲其实布局非常深。我认为这次这个黄国昌去美国也是柯文哲搞的，背后搞的。为什么？
去了，只是去了美国，我们台湾今天政论节目全部谈呢。他是不是掌握了整个的话语权？有。你说这个陈志涵是谁的人？是柯的人啊。你说这个林子宇也是柯文，林子宇在2023年是规划柯文哲去日本跟美国访问的哦，他是台北市长办公室的研究员哦，也是柯的人哦。你说这个王安祥这个不分区立委，也是前年柯文哲提名的，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布了黄国昌这一局，就是要第一个转移国内的焦点，第二个制造黄国昌的声势。那我刚才再拉回来谈，然后他现在党内陈昭之，我就让他留，怎么样？我说了算啊。而且后面这7个要补的人，现在应该说6个啊，要补的人，是不是这6个人还不一定呢？为什么？2月1号很快10几天就到了。这6个人里面谁可以做决定权？我柯文哲可以决定啊。我可以说你6个人你们都不要，我再补后面再6个人。他就有操作的空间，你知道吗？例如说，等一下，你再把你刚刚那个不分区对说谎，你再讲一次那个几个字，你再念一次。若讲话不算数也完蛋了。党也不是你一个陈昭之就已经大家讲成这个样子，你6个都换。我问你，谁敢说？谁敢抗议？你敢抗议吗？我就是更加注我是一人政党，我一个人钱纲独断。就后面6个人，这些现在好几个我们都没听过的啦，什么洪玉祥什么这些人没有什么知名度嘛。柯文哲为什么当初我认为柯文哲他的阳谋啦，他前年为什么提这些 nobody？我可以操控，他可以全部掌控，我可以完全掌控。这后面这8个人，谁几个人能上，谁几个人能下，是我来决定的。搞不好后面这8个人全部没有歼灭，后面再8个人再上来都可以啊。例如说，这个看起来陈世涵的机会很大哦，因为他如果现在陈昭之留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操作空间就非常大。第二个他操作什么？新北市选举。我跟你讲，现在我觉得柯文哲汲取了2023年11月15号当初蓝白合的6点声明的教训。当时他是处于被动。完全是国民党主动，结果他后来被迫了签了6点协议，而且那6点协议里面几乎就是有利于侯友宜的民调方式嘛，就是侯柯配了嘛。结果后来他发觉党内一堆人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讲，化被动为主动，我让黄国昌赴美出美访问，就有新闻价值，就是第一个主动。第二个主动，新北他黄国昌出访美国前一天的当天，新北的成立了什么？后援他的那个代表部的成立了，他的总部的成立了，然后他不是真的跟你玩虚的哦 ，OK， 因为他看准什么？看着你国民党的犹豫不决，看你李四川瞻前顾后，看着蒋万安还没有断奶，还必须要靠李四川怕他跑掉，然后李四川也担心说，我现在民调很高，可是我如果参选的那一天，会不会就是我民调下滑的那一天？因为李四川没有 charisma， 没有个人魅力，他知道他当一个幕僚很 OK。他如果真的要出来当选市长，他担心他的可能个人魅力不足，因为我们知道好的风纪股长不一定能当班长啊，所以我觉得李四川自己也担心，然后加上侯友宜也不希望李四川来选，因为侯友宜跟李四川有余量情节，他希望是刘和然。国民党在大乱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刚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直接参选下去。而且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不一定是。这个黄国昌能够赢，而是他们的市议员席次能增加，因为现在新北市议员只有1席哦，新北有11席区这个选区嘛，我如果赢个5席到6席的市议员，你蒋跟黄议长就要下台啦，搞清楚，我就看这个就要看他们的脸色，看他们脸色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布的这一局。是很有战略眼光。可是刚范老师他们来宾所讲的这些啊，当然民调高高低低或未来怎么样，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对川普来讲的话，现在民调的高，恐怕刚才冠廷有讲他们看的民调里面一些相关的一些数字，各位你不要忘记2004年连宋配1成型的那一次，那个跟陈水扁的民调，你现在再回头去看一下，2个人民调差多少？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1倍。那个时候1成型。那时候刚开始是1倍，最后不管你说有没有2颗子弹的问题，最后就是2万多票翻盘。
那这所有的对所有的要选举的人，大概都会对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纳入心中。但任俊，为什么一个包括代理孕母法，你会气成这个样？而现在看起来，如果照刚范老师告诉所有人那样讲，这是整个大局一路布下去啊。你再换一个角度讲，国民党不是没能人吧？100年政党，难道看不出来这些吗？难道就任你宰割吗？我刚刚讲，我没有觉得国民党看不出来。事实上，柯文哲有非常多的迹象，他就是在转型。如果大家都觉得柯文哲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柯文哲他确实一直在规划跟布局，甚至上面都提到说陈昭姿那个东西搞出来，柯文哲都可以说我是好意思要这个降低朝野对立，找题目啊，我来帮大家降低朝野对立。对啊，你说黄国昌这一招要不要去美国？王安祥接下来是什么委员会？你知道吗？财政委员会。好。你不觉得他要布一个壳出来吗？对国民党来讲，当然过往寄望的就是说，好吧，你民众党就算不支持我国民党好，你不要跟民进党合作，我们靠人数，我最少我都还赢你，对嘛？那如果你是民众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民众党的人，我们从民众党的角色出发，我不要让你觉得什么都叫做理所当然。所以我会讲，就是说柯文哲今天的这个华丽转身，包含到刚刚提到说，如果没有诚信，这个党就毁了。那个话真的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啦，那个话是讲给小草听的啦。你想想看，2年条款没有执行，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会有影响，是民众党会觉得，哎，你在耍我们是不是？所以当柯文哲出来，当他们讲，所以竟然讲说，如果我今天说话没有诚信，我的党会完蛋了，之后跑出了一张这个东西，他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柯文哲是一个重守诺、诚信用的人呐。很重要啊，因为柯文哲有亲笔在这上面写了，答应了陈昭姿啦，柯文哲一定要守这个诺言呐，所以我才不相信这个东西是最近写的嘞。你知道网友上就说我写了几个字，里面又有简体字又有错字这样子啊，那一点都不重要，日期也没压。民众党众所皆知啦，民众党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党啦。如果你今天这个东西早就写出来了，当时从去年8月份开始去搞这个什么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个东西不会流出来吗？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跑出一个柯文哲有说哦，对，陈昭姿会这个辞去立委，但必须先完成代理孕母的法案，还 PS 民众党登记此法案，会把此法案当作这个优先法案推动。你那时候就应该，我们每次在讲8上8下的时候，就应该有人跟大家不是，应该是7上7下，因为有一个是有法案的问题。对嘛？他这时候为什么突然讲那一句没有诚信，整个党会毁掉？讲的是讲给支持者听啦。回来讲哦，就说这几天有人讲说，康俊你干嘛去讲这个？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抓我一句讲说柯文哲讲先求有再求好。我是劝那个啦你要来我这边辩之前，先把整个我讲的话看清楚啦。有人去拿当年同婚法案那个东西出来讲，说有美女也讲过先求有再求好。我再讲一次我认为法案没有什么先求有再求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法案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刚刚都提到几个法案里面，请问他推动的时程谈论了多久？你哪一个法案是从推出到今天要大家通过只有1个礼拜的时间？你拿那个来跟我比，笑死人！还说什么你不去骂尤美女，他就是双标，双标你个头啦！你知不知道那整个法案的过程？我也不赞成啊。老实讲，只要有任何一个立委讲说，我们先过，你要把我整段话看完。是我说柯文哲在讲先求有再求好的后面那个真正重点是他为什么要先求有？是因为你今天承诺了，你今天告诉全台湾的人，告诉你的支持者说2年条款一定会执行，结果跑出一个陈昭姿他不下。你今天那一天的记者会先求有再求好的真正前提，不是因为这个法案有多么的需要，而是因为如果不让他过，陈昭姿就不会离开。那一天你的说法跟你的用字就是先让他过嘛，过了他就会走。你有没有这样讲？民众党那些小草那个脑袋不知道在干嘛？你怎么不去骂那个谁？怎么不去骂那个谁？每次都玩这种，就是你们明明知道柯文哲那是不 OK 的，但你们被柯文哲说服了。这些人被柯文哲说服了。我们要有诚信嘛，我们对陈昭姿有诚信啊。那可是怎么办？2年条款下不了台阶了。柯文哲那一天是不是讲说不然怎么办？不然就大家一起解决啊，就先让他过嘛，这样他就离开了我们慢慢再针对其他来弄。我们痛恨的是这一点嘛。你要讲同婚法案当时讨论多久？社会讨论到多久？哪一个法案说
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谈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到了。柯文哲连自己被抓去关都拿出来讲，我怎么知道？我突然没想到说我会被抓去关1年。他自己在不断的解释，就是说啊，为什么我没办法满足陈昭之之间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信守我跟陈昭之？那我再问一个嘛，全台湾从以前到现在有多少个立法委员，哪一个可以讲说，我告诉你，我保证哦，你来当立委这个任期里面，你想推动什么，保证过？谁敢做这种保证啊？而且为什么你要解决你党里面的2年条款问题，是要我们的法案？对啊，是啊，对你解决你的事，为什么是我们的法案要过，让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我的整段话是这样，你去跟我结一个，我今天就公开跟你辩。当年你们举的那个例子，当时讨论过多少？社会有多少的讨论在这里面？有哪一个像你今天？因为已经1月10号了，完蛋了！哇，陈昭之这件事情下不了台了，陈昭之也死不下，而且陈昭之公开跟大家讲说，我没有签2年条款，我叫做代孕条款。陈昭之如果没有突然那一天脑敲到讲这个话出来，你民众党会承认吗？你今天是火烧屁股嘞！你们今天拿出来讲别人的法，我告诉你啦，只要讲先求有，就要求好，我空开一律都反对啦。你们今天拿出来讲别人的法，我告诉你啦，只要讲先求有，就要求好，我空开一律都反对啦。可是你们的状况不一样嘛，你们今天这个尴尬来自于是陈昭之摆明不下，然后你们的党主席柯文哲下不了台，之后只要怎样绑架全民，然后用这个方式，我就问一下，这个事情有讨论吗？就那一次在立法院里面几个立委讨论完，你们就到处抓一个人的一句，抓一个人的一句，也不管前言后语。我就讲说，台湾的法案的制定到今天为止，去年没有搞过很多次这种事情吗？就为了你们，还不是先求有，再求好？你们那个蓝白当时做的是我们想过就给他过，然后呢，到最后呢又要不断的修法，然后闹到现在财划法还是这样，然后你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也是搞成这样啊，结果你今天又拿这件事情，只为了帮柯文哲那种，就是啊完蛋了，尴尬了，我们的老大现在这个被打脸，而且被自己人打脸。你们没有办法控制陈昭之，你有不知道吗？你们也试图跟陈昭之讲说，叫陈昭之稍微低调一点啊。结果谁知道那一天陈昭之在立法院被逼急啊，他就突然跳出了一句讲说，我又没有签。民众党那时候才发现到火烧屁股，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民众党内为了这件事情闹了多少，闹了多大。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现在对于这整件事情，我完全赞成。我公开在节目里面我都讲过，我非常敬重陈昭之愿意推动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在国内确实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你到最后为了要过这个法案的理由，居然已经自己扭曲变成，如果你先给他过，他就会走。那我就讲实话，拜托你别走，你就留着，好好把你的理念，好好把你的东西讲清楚。你们民众党怎么样自己打脸，怎么样变出这一张？我讲实话啦，这一张我才不相信是什么2年前签的嘞。对啊，我才不相信是2年前签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你就算是昨天签的，你就把这个日期写上去啊。这边你都已经讲了，你就是保证柯文哲要让他继续待到满嘛，待好待满嘛。你都已经公开讲成这样了，有什么不能签日期的？不要随便签一张出来，然后就拿出来，只为了满足那一句话，是不是？没有诚信，党就会完蛋。我看他们在避这一个啦。其实大家都忘记，而且这件事情还扯到。还把你们那个陈秋薇委员也拖下水了。对，那林淑芬就地图炮嘛哈。不过大家都忘了哦，其实第一个跟民众党合作要去推这个代理孕母法，好的，其实不是陈昭之，是吴欣颖。好，当时吴欣颖他就自己说啊，他一直在推这个代理孕母法，所以他选择跟民众党合作。那民众党也提名他当不分区，然后去推这个法案。那也是推到一半，要让他就走了嘛。好。那我只能说啦啊，我们都是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当然在担任民意代表期间内可以致力去推动一个法案，但是绝对不可能说哪一个法案都一定要在你任内的时候才能完，因为我们只是100多分之一或是60分之一而已。就像赖香伶当时本来是台北市的劳动局长，他突然当到一半被柯文哲提名当不分区，他来告诉我的就是说，不好意思啊，议员，我们在会期中突然要过去，是因为我要去推动外送人员的权益的条例。但是一直到他被征召去选桃园的时候，他都这个条例都没有过，最近才过，但最近过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民意代表的这个责任跟个使命，就是我
可以推一个法案，但那个法案未必在我任期内可以实现啊。那当然，对民众党来说，他可以对陈昭之承诺的是，不管你在不在立法院，我们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思继续推下去。这就是所谓的优先法案嘛。但是你确实很难去拿这个来绑定。好，那如果这个会期没有过，或是这一届没有过，柯主席要再提名他当下一届的不分区吗？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要去脱钩的一件事情啦，哈，就是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其他立委都要配合他，你们要配合我的任期，一定要在我任期内过，这是不可能。何况这个高度争议的一个法案哦，那当然像林淑芬那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啦，哈，一下子就骂人家说你这没有子宫女人，这是非常非常羞辱，我觉得在座没有人可以接受啦。有人骂我死胖子，我都没办法接受了，何况是讲这种人生的缺陷的问题啊，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啊。然后去讲成这个陈金辉也是，你说他是妇产科医师，你说他有这个职业，你就说他利益回避，那很好笑他所职业所面对的病人，不就是这一部法案要去回应的这一些人吗？那你说还要利益回避，我们还找过产业界的财团的老板当经济部长嘞。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去看人家的半导体工厂他自己本业就是半导体所以这才要利益回避吧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审这些高度专业而且有一些社会争议的法案的时候，大家要理性的讨论不要用这种谩骂，而且用女人霸凌女人的方法，我觉得真的蛮难看的啦。国共论坛真的会在这个月底吗？其实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真的吗？连你们都不知道？媒体都写成这样，1月27号。因为我们是4亿元而已这种东西一定是党中央层级在规划，我们就是看了这个媒体报道的。对，就我们来说，可能立法委员比较知道，如果这个到时候主席要过去，他要带一些随行人员，应该都是立法委员层级的啦。OK， 你们会乐见国共论坛甚或政协会在今年上半年会举行吗？我上一次媒体问过，我讲的态度是一致的我觉得有见面不重要，不是见面，见面不要紧都可以见面，重要是你要讲什么如果郑丽文主席代表着台湾人去讲台湾人的立场跟心声的话，回来大家是会给他拍拍手，譬如说我们反对军演，我们反对这个军事恫吓等等的，你要去，我就希望是讲就是台湾人的心声要不然要讲什么呢？和平交流，我们要和平对不对？可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动武有能力动武的是你所以要和平交流的第一前提就是，请你不要动武请你也不要有任何类动武的一些行动那这个才是我觉得身为台湾人你过去你跟谁见面，你握手也好，你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讲出来以台湾为这个主体的这个态度跟我们台湾人想要表达的话。冠廷，你会觉得郑丽文主席如果有国共论坛甚或政协会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吗？包括萧旭晨副主席直接骂说是民进党没有办法给台湾人民和平，然后反过头来编了一堆的故事，讲台海是什么什么这些状况，所以问题都出在你们身上。那国共论坛我们不会去反对问题是国民党谈出什么嘛？就这个已经是 N 百次我讲国民党一直讲说，对，国民党要跟中国交流，你们民进党不交流我们讲100次了，10000次了，民进党愿意跟中国交流，只要对等尊严，不要矮化台湾，我们都愿意交流。可是老共每次跟你交流就是矮化你嘛，每次跟你讲话就不算数嘛。我举双城论坛，双城论坛请问陆委会挡了吗？陆委会没挡，双城论坛陆委会准了。你们在台北市政府跟上海签的 MOU， 劳动部还帮忙论稿，然后改变然后这个修完之后，台北市政府没意见，然后就两边去签。我们支持可问题是每一次交流完都是你们被打脸我讲最近的就是双城论坛最后结果，去年上海的市长来台北市答应台北市政府在现场讲多大声我们回去之后就让上海旅客来台湾承诺讲完的事没做到今年是讲完去完回来马上军演国共论坛我觉得态度是这样站在民进党角度，我们期待，我们也希望国民党真的因为对等的交流，不同政党可是大家都为台湾的利益出发嘛你们谈出很不错的一些善意国民党不是在讲堆叠善意很好我们不会反对可是你真的期待郑丽文会堆叠什么善意吗？郑丽文到目前为止，我也许所谓议员看可以帮郑丽文主席回我在这一个地方就是面对面，我问了3个国民党来宾的吧，没有来宾会正面回应我今年3月的时候，郑丽文还没当主席，但他现在是主席。他当时在友台的节目明确的讲，
老共围台军演是合法的，符合国际法，是在保护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没有正式回应。这事情要不要把这句话收回去啊？不，对，这谁可以回答？就说要回答这个吗？去年啊，今年去年2025 3月，这很明确的啊。所以五哥，你说我们期待什么？不是这句话，他如果说今天是对等的，然后真的是很尊严的，然后堆叠善意是告诉他说你不要来军演，不，那你这句话先收回去嘛。你是公开在台湾的平台公开的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是 OK 的，你是保护台湾。我觉得我当然可以讲出我可以讲官话，我们都有期待什么，但郑丽文不要想。OK， 你好歹讲说有没有被断章取义啊，或者什么这些？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上下文，但我希望的是就是他在不是主席的时候的言论跟在他是主席的时候的言论要修正。因为你的代表性不一样，你现在代表的是整个国民党。对，我觉得有一些话，如果他在不是主席的时候，他当然可以阐述的是个人的理念跟想法。可是他只要担任主席以后，他代表的是我们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会有所区隔。OK， 但范老师，不管是国共论坛、中国政协会，在很多因为有媒体写，甚或有绿营的一些朋友直接讲说，这会不会是门票？包括讲说总预算的问题啦，包括军购的一些的问题，是只是为了拿门票吧？你也看到，包括郑丽文主席或国民党很多朋友都说，哪有什么门票那些问题，他们就只是单纯因为那个内容一些。可是现在看起来，国共论坛。如果照媒讲是在月底，是不是真的可能成型？那政协会会不会真的在4月川协会以前，是不是真的会有政协会？而这所有的一切，难道真的跟国内的我们讲预算跟军购之间会有联动性吗？我觉得国共论坛目前规划是在1月27到29号举行嘛。那我认为，如果真的举行，要感谢2个人，一个是川普，一个是马杜罗。因为我觉得马杜罗这个事情，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外交上的很大的一个损失啦。包含今天还有传说这个新闻，就是当时去带他们那个代表参访团，全员上身，就是不可能吧？对，这个没有证实，对，就是他们这个好惊悚啊！对，那位代表就是他们的这个中美洲的代表。就好像跟马杜罗见完面之后，马杜罗就被斩首了。对啊，那位代表现在那个马杜罗被抓走了。对，没有斩首，被抓走头还没离。那是斩首行动，然后他人被抓走了。对，然后那个中国那位代表现在人不知道去哪里了OK， 拉回来谈，但你是说这个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挫败了。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铁哥们嘛，所以他们要有一些在对台工作上的一些收获。因为我本来研判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我也不太可能。第一个，川普预计是今年的4月就要川协会嘛，川协会对要到北京去，这是很大的事情。那今年的过年又特别晚，今年的大年初一是2月17号嘛，下个月所以我认为在过年前，中国大概都要忙着过年的事情。那过完年之后就是川普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不会那么快的这个举行。但是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中国必须要在外交上很难得分，在对台工作上得分，所以赶快加码办一个活动。那这次很有意思是谁去呢？是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萧旭成去。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国民党现在这个副主席有2个跟两岸有关的，一个是张荣恭，一个是萧旭成。那张荣恭应该是最有资格，为什么？因为国共论坛是2006年办第1届，今年刚好是20年。前3届都是张荣恭在负责，因为那时候是连战是党主席去的。所以我认为是张荣恭，但是为什么这次没有张荣恭？我是大胆怀疑，因为去年12月23号 ，AIP 的这个副代表叫梁凯文他见了这个张荣恭跟李乾龙，就谈有关于军售，就是谈台美的这个所谓的国安的问题啦。张荣恭可能有受到压力就是有关于这个1.25兆的这个问题，所以张荣恭可能不方便去，所以由萧旭成去。郑丽文想要让这个透过习近平给他灌顶让他能够回来之后，他在党内地位能够提升。那国民党本来也吃这一套啦，国民党马英九、洪秀柱也吃这一套嘛，所以他想用这样。可是大家最在乎的是，包括预算跟包括军售这些，会有联动性吗？会是有门票的问题吗？对，这是之前媒体的报道嘛。对啊，说郑丽文要见习近平有3张门票嘛，第1张就是党军购预算嘛。那我们看到军购已经挡几次了
第6次了嘛。那看起来，但是问题是，就要看你到底第一个，你到底可不可以完成上张门票？第二个，你党内是不是能搞定？你再来，习近平才决定让你参不参加国共论坛。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要掌握，你看前2天这个国台办主任啊宋涛他们召开那个他们的全国的这个对台工作会议，他讲什么？掌握我们的主动权。所以现在主动权在我这边 ，OK， 不在你这个郑丽文。第二个，我觉得现在中共对台工作，军方跟国台办或者外交部的立场也不太一样。例如说，你刚刚讲过嘛，蒋万安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回来隔天军演，中国就宣布军演了。然后你看这次李在明呢，李在明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当天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见习近平的当天下午，中国海事局宣布在渤海进行军演。OK。就表示我军方我不理你，我不理你外交部嘛，你外交部想要借由李在明啊促成到访北京，促成这个中国外交的大成就，我军方就给你洗脸了。所以这也凸显什么呀？习近平现在的他到底这个军权到底稳不稳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质疑。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当然他现在想急着去，但是我觉得中国并没有真的放行，就是郑习会这点目前中国还没有松口。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家最关心的像军购跟总预算这个问题，所以国民党是要用。党团是要用拆开的方式吗？因为像 TPASS 啊，所有这些，如果照媒体报道的话，就这些大家挑出来审，然后其他的部分还是一样会卡住，是这样吗？其实那天应该前天吧，还是大前天，民进党中央党部也发了一个新闻稿抨击说总预算审议卡关对。会有多少钱不得动之里面写得很清楚，会有2992亿不得动之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有2兆7千亿是可以动之的。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的预算法54条里面就是写说，总预算如果没有在期限内通过的话，除了新增预算跟新增计划以外，只要前1年有了，它就继续可以用所以现在1月1号已经过了，大家还是继续一样在发薪水在执行一些去年已经在做的业务了。那这新增预算里面2992亿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民生的，像 TPASS 这种新增计划。我跟很多蓝营的同台，他们都在讲一句话，他说你是将军，我们就是不帮军人加那15000我们就不审。你到地方去讲啊，2026到地方你去讲讲看啊，你想想看啊，为什么不审总预算？为什么这个育儿的没有？为什么 TPASS 没有？为什么学校补建的没有？因为不帮军人加15000所以我们就不审。你讲讲看。因为地方上面军人毕竟没有这么多嘛，我告诉你，那是极为少数。你只有在节目上敢讲，你有在跟我们嘴的时候敢讲，你到地方选举讲讲看。因为不帮这个公教人员恢复这个2023年的待遇，所以呢，我们就不审。地方讲讲看，任何的选举地方讲讲看，不要搞这样。每一个都重要，我没有说军公教普爽，每个都重要，但要均衡嘛。你看到这个预算有问题，揪出来。刚刚冠廷讲的作业维持费，今年国军买了多少新装备？去年没有那请问作为费怎么办？那去年没有啊 ，M1A2 T 战车去年就没有啊，今年才进来的那进来以后，请问2026它的维保费、它的作业维持费怎么办？所以我说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说去年有了，今年就可以有，有新的装备，有新产生的战力，有新编制的部队，然后呢有新的政策，那你都要去顾嘛。我就再次强调。你可以很严格的鸡蛋里挑骨头，但是你不审，你就是怠忽职守嘛。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还有行政跟立法要互相尊重啦。刚刚冠廷就一直指责说立法院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不做，这样对吗？审预算不做。同样的那立法院通过的法律，行政院不做、不复议或是不执行，这样做对吗？大家都知道，我们民意代表在审预算的时候是不能增加预算的所以当立法院通过法律的时候，如果行政院不把它编列预算的时候，那我们审这个预算完全没有制衡的力量譬如说之前的这个警察人员人事条例里面提高退休警消的这个替代率3读都通过啦，总统也公布啦。行政院长也附属啦，那是代表说这个是一个完全生效的法律，为什么不编预算？为什么不编预算？当他这个预算不编进来以后，我们立法院在审议的时候看不到这笔预算，我们也不能新增预算那这个法律形同虚设。那所以行政院在玩假的吗？民进党在玩假的吗？对啊，我让你3读通过啦，我公布啦。然后呢，我不编就是不编，可以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互相指责的时候行政跟立法行政有没有尊重立法？
我觉得民众也会看呐哈。先是大罢免不成了以后，就开始每一个法案跟你背革，跟你唱反调，跟你释宪。我觉得这样子啊，朝野永远不会和解啦，永远都在那边逼。我也没有说不审预算是对的，我也觉得应该要审啊。我当过公务员，也当过民意代表，你不审你就很难提意见哈。可是你不编，我怎么审？这也一样啊。那我以后立法院所有通过的法律，你行政院只要不同意，那要立法院干嘛？我简单回答。那如果有意见，行政单位对于立法院所提出的决议认为有违宪之余，那就是走宪政程序。你们太多有违宪了啊！不是啦，对啦，以前有这么多吗？我照规矩来讲嘛，以前没有这么烂的立法院过嘛，就史上最烂的一届嘛。只要不是你讲多数就是烂。我没关系，没有所以我讲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样。如果今天刚才所谓姐后来表达这一段，代表说觉得是行政单位不尊重立法院。那如果找到院纪的问题，那就宪政嘛。如果你认为这个院长这么的糟糕啊，你可以倒阁嘛。我就回到源头，这个就是无限死循环啊。我还是一样啊，大家各说各话啦。可是对我来讲是这样，你很讨厌这一个单位，你很讨厌这个部长，你很讨厌这个院长。你在审查预算，就像所谓姐讲了，你可以去监督。你审查预算的时候，你可以附决议。你审查预算甚至可以删掉。我讲来听，你要教训一个政务官，可以怎么教训他？那你没编预算呢？没有，我们编我们正常，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编的啊。哪有这样子的？那你们可以砍他。你审查预算的时候，你可以附决议。你审查预算甚至可以删掉。我讲来听，你要教训一个政务官，可以怎么教训他？那你没编预算呢？没有，我们编我们正常，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编的啊。哪有这样子的？那你们可以砍他，你可以砍特别费。你也是市议员，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你新北市议会已经3读通过的事情，然后侯友宜就是不甩你吗？如果哪一天民进党在新北市议会多数，如果我们水准低到会提违宪的，那也没办法。没有啊，违不违宪是你在说的啊。大法官，你也不是大法官，对不对？我也不是大法官。大法官也是你们的人啊。现在大法官送宪法庭嘛，人数不够也可以开会。我跟你讲，其实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差不多我的年纪，然后你知道大家现在会有一种很深沉的无力感，对于国家、对于未来、对于台湾，因为大家就觉得说永远就是陷入刚刚的，好，那你说宪政问题，现在大法官也被某一种程度瘫痪掉了嘛？什么5个、3个、8个，那我其实从头到尾我有一个疑问啦，第一个疑问是说。如果我是大法官，或是我是立法委员，我拿钱不办事啊，反正现在这个通过这新法啊，没有到10个啊，所以我就一直都是8个啊，8个不到10个，我就永远不开会，但是我一直拿钱。这个东西如果在公司治理来讲，这个董事会如果这样搞，这有图利之嫌呢，这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如果这些大法官，比如说是不是？那3个一直坚持不要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不要领辞职嘛？或者是我会觉得大家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拎着钱不办事。不管是立法院跟大法官都一样，这件事情让我们一般人民觉得说，奇怪啊，那我叫喝康，那叫喝康我买 Saki 啊，他刚前一礼拜乱奔这代志，而且还是有理有据，依法不办事。这个我觉得这件事说不过去啊。第二件事情，那你没有觉得一个很有趣？民进党国民党烂成这样，然后白的烂成这样，但是为什么民进党好像也没有办法突破过半数的人支持？我觉得民进党可能也要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认为为什么这样的原因点是在于很多的案子或是很多的黑手你没有办下去，或是你让人家觉得有问题。比如说之前那个小英男孩啊，说什么是小英男孩，什么电力的那个，起诉了，他就说：“你知道我后面是谁吗？”以后不要到底是啥人啊？也没办啊，我叫你来问一下不？到底是啥人啊？你们找清楚没有？到他为止，但一大堆，然后另外有一个什么的职棒的什么，后来洗钱也很多钱，后来现在也是雨伞刷雨刷不是雨伞，是雨刷。对不起，都是雨类的，但是我这雨刷。你坐范老师旁边真的要小心一点。对，我觉得我下次可不可以坐到那边看精工一点啊？对，那就你坐在小五哥旁边。对，雨刷。那人家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又交板了，然后又没事，然后有人又跑出国，那其他远的不讲，我就在讲台湾这个部分，比如说太子集团的案子，
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是不得其，为什么一个太子集团在台湾8、9年，然后呢捧着几10亿现金，然后的经济部也没发现，金管会说他通报了52次给调查局，调查局说他有整理成20几个案子到地检署，然后地检署然后麻木不仁到现在，那当然现在开始动了，因为美国动了。然后怎么还会有发生什么有一个神秘的被告以前是检察官，现在是律师名字从头到尾没曝光。就是你有太多事情，然后你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民进党执政太久了，他有一个所谓的贪腐集团，然后呢就感觉有办，可是始终没有被办出来或办到底，就是说，所以它会变成一个现况是，你知道比较中间或是浅蓝浅绿的人，你会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走投无路，那这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会在投票行为上，或者是会形成一个我觉得中间选民很大的一个危机感。对，那当然你说最近你在媒体上看到土方之乱啊，所有这些就各部会协调间，当然有民众就会讲说手法很难吗？然后你看到很多业者讲那就是整个政府协调之下，到底实务上做不做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就在讲说那个政策协调各方面会不会也是刚像慧珍讲的，民众也会在看在野执政之间大家都应该做检视，但除了这个以外。这整个世界是真的会变成世界大战吗？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变世界大战。伊朗现在会不会变天？冠廷，伊朗现在看起来是朝向变天在走，对不对？对，因为从一开始的罢市到现在变成革命，那革命完会不会变天？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都一个大问号，而且死伤很惨重对，因为现在这样讲一开始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经济没好，搞不好嘛，对，那通膨太高，那一开始大家只是说，哎呀，怎么我们一开始的钱瞬间变这么薄，通膨变这么严重，结果后来上路之后，突然一发不可收拾了。这全部人民涌上街头，然后结果后来伊朗政府，我认为做了最关键的一个错误是，他采取的策略是断网。请问当代的年轻人，如果大家在讲，因为大家会比较嘛，我们现在是这个政府跟宗教合一，跟伊斯兰教合一，然后呢，现在变成是宗教领导政治，那以前是王室。其实现在的伊朗年轻人是无法去体会当年的王室好或不好，因为这么久了。对，当时你说他独裁啊，说经济好，说开放，其实无感的。可是觉得有感的事情是什么？网络把你断掉，网络断掉之后变怎么办？全部人就涌上街头嘛。现在初估就是死亡人数已经数百了嘛，那被关到监狱的人也破1000了，就这个数字还只是公开的资讯，可能远远超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接下去，因为两边的升温就越来越高，因为现在已经伊朗政府已经下达格杀令了。他们现在格杀令的一方面是对内，一方面是对国外。对国内的讲法现在是这样说：所有去声援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抗议行动的人，连协同者都被视为叫叛国者，而且直接讲直接讲你们就是受到美国指使的，然后而且直接讲，因为宗教国家嘛，以与神为敌，然后我们可以判处死刑。他们的法令里面有规定与神为敌最重判死刑。所以与神为敌，然后有可能会用这个罪名起诉示威者。所以就代表上升到最高高度了嘛？你们所有人都是美国的走狗，你们所有人就是与神为敌。好，那另外一个对国外，现在大家都担心，就是说接下去会不会引发更严重嘛？因为美国也讲嘛，如果你敢就是对德黑兰抗议者去开枪，美国可能会介入嘛。现在伊朗政府没有在放软的。那个开枪，如果照媒体上的描述，那开枪是致命的开法。对，要不爆头，要不就是打心脏啦或者什么这些。对，可是如果站在伊朗政府的角度是，你们敢去烧清真寺，你们去烧政府大楼，你们是直接以神为敌，以神为敌。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就是站在伊朗政府的角度，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公然跟伊斯兰教挑衅啊。所以现在我一直在谈到说两边升高的状况。就客观的状况，其实伊朗政府已经在镇压了，而且某种程度，我觉得已经快到屠杀，已经我觉得就是已经相去不远了。那现在美国现在跳出来讲话了嘛？现在关键是伊朗政府现在是回击的讲法是：好啊，如果你美国敢介入，我会直接攻击以色列所有的美军设施。伊朗背后是有核武的，伊朗背后是有很多重武器的。那现在这个状况可能就会再升高了哈，就包含伊朗的反击，他们是直接是透过国会议长出来讲，只要遭到美军的攻击，会立刻报复以色列跟美国所在该地区域的所有基地。然后呢，伊朗现在甚至跳出来讲啊，不是只有你们美国才会先发攻击啊，
伊朗政府现在出来讯息跟大家讲，我们不排除先发自然攻击，我们不会在受袭后才反应，所以现在大概这个状况我觉得会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结束。OK，那大家都知道美国有所谓的披萨指数，对，看起来这几天那最新的讯息，披萨指数又升高了，慧珍，而且断网。但是马斯克的星链呢？马斯克星链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角色？是事实上哦，这个我们发现马斯克现在在伊朗年轻的族群里面是有非常高的支持度。OK， 他上次甚至有讲到一个，而且马斯克是故意用那一个波斯语直接讲，他讲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都透过这个星链，然后就有很多讯息都出来嘛。你看星链。对不对？然后很多讯息都出来，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画面就可以看得到。结果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就伊朗他们内部竟然开始进行断网。断网情况好像有长达48小时，就完全整个伊朗境内有超过90%都是断网。但是他们自己的人，就是他们的官方哈梅尼，他还这边呛香，他呛马斯克什么？他说：“我们绝对不向敌人屈服。”结果马斯克直接用波斯语回呛：“做你的白日梦吧！”就这句话，突然之间响遍了整个伊朗的大街小巷，他们所有的年轻人全部都喊“做你的白日梦吧”。后来呢，在隔了不知道多久时间，他们的这个又恢复了，而且马斯克他们就直接说，好像在1月20几号以前是免费让你们这一区的人都可以用，那就变成是马斯克的Skylink 跟伊朗他们的政府军网军直接对干，所以现在美军有没有介入？其实我就已经介入，只是部队现在有另外一个报道说 Delta 的已经在伊朗周遭，包括那个伊拉克，对，又出动了，就在那几个，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对伊朗来讲，他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本我们跟伊拉克这几个国家，我们都是我们共同抵御美国的，就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有一点快要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最大关键点在看，因为现在有2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伊朗的政府军队到底有没有进驻？那有一个说法是，目前政府军还在观望，但是那个亲卫队，就是他们的哈米尼的那个亲卫队，对，革命队、亲卫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开枪，而且他们就是专门针对年轻人在开枪。就变成是说，是不是能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让美国或者是这些其他的国家可以去说服伊朗的这一些政府军，可以比较实质上的表态，就是不再支持现在的一个当权政府。如果是有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可能才有办法尽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不然的话，事实上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据说是突破2000，而且他们的一个医院已经是陷入一个全面性的崩溃。所以他的死伤人数恐怕会越来越多。OK， 越来越多讯息就是指出，美国现在在严密的监控这个状况嘛。大概外电有几个讯息，第一个是川普已经听完相关的军事简报，然后也考虑针对伊朗的安全部门跟军事据点跟非军事据点发动精准打击。这第一个外电有传消息。第二个动态，美军最新的讯息，它的 C-17战略运输机从德国起飞往中东走。那现在大家就想，那你是载什么东西过去？那有人评估什么是弹药啊、军备啊，甚至特种部队，不知道，没人知道。好，第三个，Marco Rubio 就他们的国务卿已经也跟以色列总理通话，就有可能的军事的行动展开交流，所以看起来就是在升温啦。那所以有一个讲啊，很惨啊，那个现在有越来越多画面都出来了嘛，就是医院的停尸间啊，是堆满跟山一样，所以数字绝对不止。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现在官方讲只有几百人，慧珍姐讲几千人是非常有可能。是，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伊朗比较不会像之前的2次？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一次是发生过，就大规模的抗争，实际上死了500多人，一个女性因为她不戴头套就被弄死，对，就头套革命那一次。为什么他们说这一次跟其他次不太一样？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连
比较相对来讲富裕的阶层，德黑兰市集的那些商家，在这一次其实是出来反对政府的。而当时在1979年的时候，他们这一些中产阶级的人，当时是反国王的，所以他们就说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起来，连原本支持这个神权的中产阶级或是相对富裕阶级都反，看起来真的是民心思变。但仁俊从川普对于马杜罗所有做的动作以后，对很多的好，你说不管伊朗啦、北韩对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会有那个政治的一些的作用。可是相对来讲，他的动作都没有停。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说，就算俄罗斯挂俄罗斯旗子的游轮，他照样登，他照样拦，他已经拦了不止2艘，他拦了5艘，胜过他要抓那个委内瑞拉总统的时候，是以毒之名嘛，说你贩毒啊，你什么什么。如果要这样讲，那很多啊。墨西哥有毒枭，很多地方都有啊，他全部都要一扫而尽吗？所以看起来，对于委内瑞拉来讲，他真的只是要反毒吗？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毒品是一件事嘛，但接下来讨论都在于石油。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说，川普现在对于全世界各国，过去他曾经表达过有意见的，或者对于美国所谓有潜在威胁的，甚至影响这个川普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计划的这些国家川普都一个一个出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到连墨西哥也说他们要展开这个所谓地面打击行动反正我委内瑞拉都派人去了，对啊，我到你墨西哥又怎么样？而且墨西哥其实他对于川普来讲，他一直每次选举都把墨西哥拿出来讲，对，特别是边境管理政策这一些，有很多就是针对墨西哥啊，你们这样我就弄围墙啊，或干嘛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川普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以前我都没有出过手，但是我既然出了一次手之后，我也会要看国际情势里面对我用美国出手到底支持或者是反对。如果今天反对声浪不够大的时候，我就逐步的针对我过去所点名过的国家，我就一个一个出手。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当然了国际上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要谈论国际法或者，但最少联合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大声的告诉美国讲说，不要这样，好歹看一下我们嘛。川普更狠，我不用看你脸色或干嘛，我直接退。他没有退出联合国，但他退出好几个组织，60几个。对，你们讲我违反联合国规定，对不对？那简单，我退出，我退出就没有违反规定的问题，因为我自此没有要承诺嘛。这川普现在玩的是这一个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真正凸显回来，就是说美国试图重建一个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他现在要回来看的是，当我要重新重建这个秩序，要凌驾在联合国或其他国家之上的时候，有其他国家，有哪一些国家愿意跟我站在同一线？那个我觉得是他接下来的下一步，也就是我现在先打击 ，OK， 我先打击跟我不同论调的，我就一个一个来嘛。你说伊朗，美国会不知道说你今天伊朗一天到晚在伊朗的人抗议，还弄了一个什么川普街、川普巷，就我们这边好希望川普过来，川普不会不知道，所以他现在一样透过同样的方式，我把风声放急。你看委内瑞拉那时候。他今天为了要打击运毒的时候，他前面你说他没有动作，他其实做了很多，军事部署也都抛到波罗的海那些，我都过去了，但我没有动。但你看他现在每一个国家都让他点名，而这些都是过去川普曾经不喜欢的国家。那接下来是对于其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认为美国是 OK 的国家，美国要重新去如何去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我觉得这是现在川普接下来会去看的。将军钢铁人那部电影。应该是第1集吧，《复仇者联盟》应该第1集。钢铁人那部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他的一个合伙人，后来不是去弄他去找一些叛军的一些人的时候，后来我记得有一幕是他只是要那些人去做到什么事，后来他要把那些人都杀掉，用什么？类似音波或电磁波吧，就那些人听完以后整个都动不了，然后这边的青筋暴现。然后所有人都动不了，然后他的人就把那些人全部一扫而尽，是用那个委内瑞拉这次，如果照媒体报道，美国有用类似这种武器吗？听起来，要不然的话，我们那时候不就讨论，怎么可能？人家死成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一个都不死。那媒体有报道，真的有那种神秘武器吗？美国从来都没有闲着，包括叙利亚，包括什么空袭，包括打 IS 或什么。反正我就讲，对美国来讲，刚才就讲，他就把那些跟他之间对立面有意见的，想办法在这一波里面都全部做一次处理。全世界都一样哈，不要说世界啦，你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一样。
当你遇到强权的时候，你心想这里没有警察吗？没有警察管我吗？在全世界如果被欺凌的时候，大家想，美国不管吗？对，那世界警察，对世界警察。那前一段时间美国还真的有点软了，拜登的时候有点软，所以好像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被人家看小了、看没了。那川普要重新建立世界秩序，那你说认不认同美国？但是我讲，全球大概90%以上的国家应该都怕美国，应该你说怕吧？就怕他，真的怕他。你认为伊朗不怕吗？你认为委内瑞拉不怕吗？你认为叙利亚不怕？当然怕。如果怕就不会叫嚣了。另外，美国为什么有恃无恐？这个黑科技到底有没有？对啊，我们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复仇者联盟》看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声波高频震动之后，你的全身是不能动的，要等它声波离开数米之后，你才可以恢复行动。那这就是委内瑞拉的士兵亲卫队讲的。他说：“不是我们不回啊，不是我们不回火啊，太可怕了，脑袋快爆炸了，青筋暴露，脑袋快炸了，所有的事情我都想不清楚怎么回事。”那么，我觉得美国有没有这个科技，我是打一个问号。有没有是打个问号？那么为什么这些士兵亲卫队会这样讲？因为他以后还要混呐。不是我不开火，对，是我被那些控制了。是，这些士兵在这一次劫后余生下来以后啊，那如果没有这玩意儿，有道理，死的都是古巴的那些。对，如果没有这玩意儿哈，那以后这些佣兵还要到哪混啊？那这个不要顾他，光那个。马杜罗被抓走了，他们没有作为啊，所以他一定要讲嘛，说没有，有个理由就对，这是我的认为啦。这个哈，我告诉你，你们没有看过电影吗？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动了。对啊，黑科技啊，他就直接讲钢铁人，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嘛。那个 Starks 你看到没有？他就不能动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推脱之词。对，但是我也不排除美国真的有这个东西。对，那但是呢，会不会在这一次用打个问号？但是我绝大多数认为是这些失败士兵啊推脱之词，否则以后他就没路走没饭吃啦。他必须要讲个理由嘛。OK， 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当然大家都希望国际秩序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一些秩序，要不然如果全天下大乱的话，世界大战会被真的一触即发。当然各方还是会有一些的克制，但是对国人来讲，不管在立法院，然后蓝绿白之间，甚或到了2026今年。年底的选战2028，那未来合纵连横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